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薇恩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兑现情况。像对面能放剑圣出来，那说明这个段位啊，这个就很自信，对面还是挺自信的。基本上我现在看那些怎么说呢？那些反正是我打巅峰赛没见过剑圣下过班位的，说明对面对自己还是很自信。像卢锡安啊，卢锡安这个版本胜率其实蛮高的，而且爆发太高了，他能就是2件套、3件套成型以后就开始秒人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给他搭配一个卢娜，那就很变态。你看没？如果是卢娜的话，这个时候血量已经可能见底了，他直接交闪现把你追到死。所以为什么这边可能维恩搭配卢娜并不是很合适？娜美啊，但还是要把他们给抢下来。像卢娜组合，你不可能去搬娜美，娜美并不是说很强势的那个辅助，但他搭配卢娜、卢锡安的话，就是很强势的一个组合，就1+1等于3的那种感觉，能把那个卢锡安往前打输出的那个伤害拉到最满，就爆发伤害拉到最满。这线上压力真的很大。而且剑圣打野前期又很难起到节奏，下来排了2个眼就走了，又回头过来，对方大概是知道你没走的，所以上来主动打，对方就直接退。闪现 Q 这样子上吗？这样子越的话要出事儿，完了。剑圣细节的 W 挡掉了一下，那有点怎么说呢？总体来说是赚的，因为剑圣拿到人头了。但唯一亏的点就是让对面中单跟射手拿到人头。对面双 C 位，但剑圣能快速发育，对这局来说，他只要拿了这个人头啊，他在6分钟是不会卡装备的，100%不会卡装备，而且能提前把装备做出来。对面没有尝试，没有入侵野区，所以他的钱到6分钟的话，鞋子攻速鞋已经掏出来了。但对面盲僧也是，好像是刚刚是抓了上路吧，拿了一个人头。维恩这边的压力更大了，如果有个硬辅搭配一下，维恩会稍微好一些。但说实话，这版本的硬辅也扛不太住伤害。总体来说还是得去，就是这个版本一定要学会拉扯。我跟大家说，一定要学会拉扯，不要尝试说什么啊，我一套就能秒啊或什么的，那种就是3个人集火是可以。你像前期3个人集火都不一定呢，对面是有双招或者有一些还是能跟你拉扯开的。剑圣来，但没用。还是哎呦，被探照到了。那上路
哦，打了一套，剑圣还在蹲，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野可以刷了，就是看看谁两边掉点，对吧？所以薇恩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。对方射手的话，能在6分钟应该能做出第一箭。但对方回不回，就看他回不回。不回的话，其实两边都是鞋子，倒还好，还是能打。但如果对方先掏出第一箭的话，好像应该也是卡装备了。我猜测。对方是拿了个人头的嘛，还拿了个助攻，那这个时候你根据自己的经济去判断，回去只能把2个小剑给掏出来。看吧，对方应该是能掏出第一件那个西兰刀的。这里面就差一个人头嘛。你拿了一个人头的话，你基本上到那个龙团的时候，你是能拿多一件装备。哦，对方不打龙，拿先锋，直接打团。啊，那先锋被对面拿了。然后后续的话，3打5打不了的，龙也得放。这波判断失误了，以为对方会换资源。没想到对方来了波声东击西啊！对，我开始吵了起来。其实，哎，这种何必呢？没法吵。其实就看有个点，刚刚他们也是赌的成分很大，因为龙坑根本就没视野。如果薇恩在龙坑那边做了视野，知道对方就那边可以完全可以撤的。说实话，这中单跟那个上单怪到打野身上，完全是怪不了。这波也是没法怪，只能说下路没有确定对方，就是一个点，就是关键点就在于没有确定对方位置，就在那里乱打。哎，这里的话啊，这么追吗？队友又发了个问号。这局的话，前期是个大劣势，很正常，不出所料。这局要是能顺风，说实话，那就不是高端区，那绝对是那种虐菜。为什么？你这边莫甘娜没有线权的，然后，对吧？你看人家阿罗拉线上的压力都没有，直接就做那个法爆球，上单。有数值，但一直被压着，盲僧抓爆了。说实话，心态也炸了。这局就只能看中后期，中期剑圣2件套以后开始发力，薇恩2件套也能发力啊，能补伤害，而且能拉扯，因为他有大招，不像那个卢锡安一直在暴露在视野外。除非对面很精明，直接就给你插个针眼，那维恩真的没办法，冇得改。哦，有人直接给个视野，阿罗拉一个 EQQ 打到一个超级满的 AOE 啊，2个人瞬间残血。而且这个就是像传说局啊，我发现传说局很多中单，就现在就
就是传说局都喜欢用阿罗拉打中单，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玩一下。我前面已经做了阿罗拉的那个，如果说你有压力，你就那个什么出那个什么出法宝球。如果不有压力的话是做那个什么卢登，没有压力的话做法宝球，直接做法宝球，那样的话团战你就可以收割了。拿到人头你就不会卡装备了，懂了吧？这就是关键，哎。但你能拿到人头，还能把兵线压进塔里面，对方吃不了兵线，那你就是把对方打爆了，那你就是这个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还是得等3项做出来呀。3项做完以后，2阵套就可以开始发力了。天使。哎，这里可以追，开大招。哎，又回来戏耍。不还好啊，这条龙不是火龙魂，哦，是火龙魂。哦，对哦，是火龙魂哦。这里伤害拉满了，没法再打了。这里对面少人，必须得搏这条龙了。这条龙如果不搏下来的话，这局就可能没了，节奏打不起来。对面状态很差啊，但这边状态也很差。对面阿罗拉没有大招的，对面阿罗拉的大招2级大招没那么快 CD， 这里还收掉了阿罗拉，那就不怕对方收割。哇天，这大龙打不了了吧？强行换，哎呦！大龙送掉了，其实打不了了。这个时候，主要是阿罗拉的那个 EQ 啊，打出来前面打出的那个消耗，这种局面就很磨人的那个心态。还有一个点就是这边3项没做出来，如果有3项就会好一些。如果像刚刚前面，如果拿到人头，如果能混到个人头都很舒服。就是可惜，就是1个人头都没有。那这里混到人头已经有点迟了，但后面下一件装备的话就问题不大了，不会说卡手，不会卡装备。不过3项做出来可以开始发力，有大招的，操作空间很大。这阿罗拉上来就想飞啊，过分。哎，对方2个人，局部的一个3打2，可以秒人。哎，定墙上能秒，收割开始了。虽然说破甲并不是很高，但完全可以。这里大招一直续上啊，可以。那这把算是把这狗熊太抽象了。莫甘娜在大招增强调整以后，真的是14级加强。我之前觉得莫甘娜的这个加强没那么大，现在发现他大招给出去以后也能拿来逃跑用。整体来说很不错，再配合推棒，完全是 OK 的。这里队友拿到赏金点，再看看能不能把下路的赏金点给拿到。可惜对塔没有那个叫什么3环伤害，不然他推塔推得更快。这里的话做了个吸血鬼法杖啊，得补点吸血。好，优先把那个
银血做出来了，做了个重伤，把银血做出来。确实，因为薇恩的话，破甲倒还好，他对破甲弓的依赖性是有依赖的，但没那么高，因为他可以打100%伤害嘛。只要活的，就是那种能一直输出，薇恩的话伤害还是不差的，完全可以秒对方。一个薇恩走在最前面。哦呦，露西安的爆发很痛，打点兵线，吸点血。这个兔子一个爆发，这里可以尝试进的。这里的话上来潜行，哇，还好闪现拉开了。这里补上输出，一个变羊，但没关系，接着输出，打不出伤，哎，打出来了，可以。这样的话，中路好像可以一波了哦。这剑兽其实可以不用打龙了，他想求稳是吧？薇恩这英雄还是太权威了呀，要么他一直不给他发育的机会，这里的话直接就一波了，全面对面做的都很好，但就因为这一波团就翻了，前面也没有了，前面还有一波团。纯看这个薇恩的操作太变态了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的话还有好几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